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集就真係完結篇啦，會概括翻晒所有嘅工序，同埋俾大家睇翻個完成品。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咁淨係講最尾嗰兩三個工序呢，我就真係好難完成到一條片嘅。以前我哋睇卡通片都有啦，中間有一集會係 review 翻晒之前所有嘢，咁我就嘗試用最短嘅時間去總結翻我呢一隻模型所有處理過改裝嘅 highlight。主體呢一隻 A2 Zeta 嘅高達呢，咁我就二手收翻嚟嘅，收翻嚟嘅時候亦都有上咗色，同埋有啲關節上嘅小問題啊。另外考慮到呢一隻高達對腳其實個形狀都好老土下嘅，咁所以就另外用一隻 Double Zeta 2嘅高達嘅腳同埋腰夾，令到成個模型嘅線條都收長翻。首先因為本身模型已經上咗色啊，考慮到好奇怪地個模型係反而冇處理過水口位嘅，所以全隻模型我都會首先做一個打磨，咁同時亦都可以順手將模型嘅表面盡可能做到尖銳化翻嘅。改造其中一個好主要嘅步驟就係新加黑線。其實呢隻高達本身嘅黑線或者細節呢係比較簡單嘅，所以我就根據自己嘅設計去加一啲新嘅黑線，用呢一啲新嘅黑線去做基礎，進一步幫呢一隻模型做一個細緻啲嘅分析，或者去加上一啲配件，咁樣就可以將個模型嘅信息量增大。黑線嚟講呢，咁我除咗用到最基本嘅 0.15mm 之外，我亦都會用到其他唔同嘅厚度做出一個黑線嘅佈局嘅。喺呢度就要再多謝一次 Drop Colony 師兄，因為其實我嘅佈局同埋有少少嘅結構都係利用到 Drop Colony 師兄嘅作品做參考嘅。咁我喺影片嘅描述入面亦都有加到師兄嘅 Twitter 同埋 IG， 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去睇一睇噶。頭先都有提及到噶啦，有陣時模型本身個造型係比較簡單嘅時候，我哋可以自己用一啲膠條啦、膠板啦，又或者係一啲現成買得到嘅小配件加工落去隻模型度，令到模型睇落去更加複雜。就譬如好似呢一個後腰夾嘅正中部分，就係用咗我講嘅組合，咁樣就可以幫個模型做到一個提升複雜度嘅效果。去到大髀嘅呢一個位置，因為我設計嘅黑線佈局係容納唔到個元件本身中間嗰條罅，所以有啲地方呢，我係會同佢做埋個無縫嘅處理。另外亦都因為需要做無縫嘅處理啦，所以膝頭嗰個關節上面亦都需要加工，改變原來嘅結構嘅。其實有陣時原本高達模型自己嘅細節或者線條都未必會係啱你心水嘅，所以有機會係需要將呢一啲部分去取消咗佢。喺呢一度我就會將凹落去嘅地方填平翻啦。其實有好多填充物都可以用嘅，包括 AA 膠啦，或者其他牌子嘅積氨膠，又或者可以好似我咁樣用爽身粉同埋 AA 膠混合埋一齊做一個自製嘅筆地咁樣去用。等填充物硬化咗之後，再沿住模型本身表面嘅平面做翻一個打磨呢，基本上就可以取消咗模型原本凹落去嘅呢一個位置啦。對模型進行改裝，除咗有陣時係為咗外觀上面有一個更加貼合自己心水嘅表現之外，有陣時都係一個功能上嘅考慮嚟嘅。譬如好似手甲呢一個位置咁樣，我將一粒磁石塞咗入去，然之後再填翻平去。同時間喺盾牌上面，我亦都會用磁石去取代咗本身榫位接合嘅部分。呢一度就係為咗完成模型加工之後，我哋就唔需要利用呢個榫位都可以將盾牌安裝上手甲上面。其實因為原本榫位係長方形呢，導致到個盾牌其實完全係冇一個轉動嘅空間。而家我改用咗磁石上去接合嘅話，咁樣盾牌就可以隨住自己想要嘅角度去轉動。咁樣安裝一個磁石呢，其實亦都可以應用喺其他比較輕身嘅配件上面。譬如係插喺背包上面嘅劍柄，或者係一啲小型輕巧嘅來福槍，都係一啲比較常用嘅地方嚟嘅。
正如開場所講，咁呢一隻 A2Z 高達收翻嚟嘅時候呢，其實就有唔見件嘅狀況嘅。咁好彩唔見咗嘅只係得一塊，而且亦都係一塊功能上嘅部件，而唔係外觀必須嘅部分。咁呢一類小部件呢，就最適合用倒模嘅方法去複製多一件噶啦。當買個小廣告，其實呢一隻高達改裝嘅工序，之前有分別拍咗一個詳細少少嘅版本嘅影片，大家可以喺我頻道入邊揾到對應嘅片段嘅。如果想了解個別工作嘅流程嘅話，我亦都有針對個別工序去拍咗一個獨立嘅分享影片，大家可以參考翻高達改件簡單分享系列。同時間，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話，咁就記得喺右下角撳一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講翻倒模呢一度先，咁我自己就用 AB 筆地去做嘅，但係其實亦都不限於一個材料嘅。UV 筆地或者其他嘅牙膏筆地，總之睇下你有啲乜嘢順手喺手邊嘅，你就可以用噶啦。其實呢一隻高達本身佢係有好多為咗變形而存在嘅接駁部分，但係因為上好咗色嘅模型，我自己本人啦就非常之不建議成日拎佢出嚟變形啊，或者擺唔同 pose， 擺到一個靚 pose 佛企其實已經夠噶啦。咁所以喺我嘅角度嚟講，呢啲接駁位呢就基本上用唔着嘅。我就會直接將呢一啲部分剪得走嘅就剪走晒佢啦。如果係一個接駁用嘅窿嘅話，我就會選擇用一啲現成嘅配件，即係我哋俗稱嘅補品啊，去將個窿蓋住，就當冇呢一個窿存在過就算噶啦。咁樣睇落去呢，就亦都至少合理翻少少嘅。有陣時呢，除咗個高達本身細節未必啱你個人口味之外，可能連個形狀本身亦都未必係你好中意嘅。遇到啲咁樣情況呢，我就會直接切走一定程度嘅膠件，去改變部件原先嘅形狀，再配合一啲自己設計嘅黑線佈局啦，出到嚟部件嘅感覺，亦都可以同原本都幾唔一樣嘅。呢一個方面就真係好取決於你自己個人嘅設計，會唔會有啲咁樣嘅需要啦。呢度就係一個瀨咗嘢嘅分享啦。呢個長槍本身其實係有上下兩塊唔同嘅外夾。呢個部分我自己做新加嘅黑線呢，就做得好開心，但係到上色嘅時候就令到我進入咗另一個地獄。有陣時可能你嘅佈局係比較複雜嘅時候，你會希望用唔同嘅顏色去填翻上去佈局入邊各自被切割開嘅部分。咁樣其實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因為唔同嘅顏色會令到成隻模型睇上去更加有層次同埋更加有立體感。但係若然你做得過分地多嘅時候，咁你做覆蓋呢一個步驟呢，就可能要花上更加多嘅時間，亦都有更加多嘅機會你需要翻手去做啦。之前有提及過無縫呢，我喺個頭嗰度亦都有做得到嘅，因為個頭中間去左右分開兩邊係太過明顯同埋太過難睇啊。喺之前嘅影片入邊亦都有提及過嘅，係點樣將個頭部做咗無縫之後，依然可以將塊面嘅部件塞翻入去頭盔入邊。咁我喺呢一度自己都戴翻個頭盔先啦。唔一定每一隻高達都可以用一模一樣嘅操作方法去做，但係概念就係一樣噶啦。只要將頂住塊面嗰個部件嘅筍位切走晒之後，試過可以將塊面塞翻入去個頭盔入邊呢，你就已經贏咗噶啦。基本上都係咁樣做嘅啫。完成晒所有黑線同埋改裝嘅工序之後，就可以開始噴油啦。我拍呢條片嘅時候係都仲需要出去租場嘅，咁但係之後呢，就應該唔需要啦。首先我將所有嘅部件噴咗一隻最基本嘅主色先，然之後就開始做第一次嘅遮蓋。喺呢一度我已經校咗超級快鏡噶啦，同埋大家睇到嘅呢一度只係得一部分嘅啫。我可以講嘅係呢度用嘅遮蓋膠紙份量，比起我上次做嗰隻 MG 卡碧尼用多咗大概5倍左右啦，亦都用咗2日時間去做遮蓋。因為上次嘅 MG 卡碧尼其實只有用到2至3隻色，但係今次我主要用咗8隻唔同嘅顏料去做呢一隻高達嘅顏色組合嘅，咁所以用嘅遮蓋膠紙份量就多出咗好多倍啦。呢度呢，我就已經將所有嘅分色都噴好咗先帶翻嚟，有部分嘅件當場確認咗係冇問題先拎走，咁但係時間嘅關係呢，有啲部件我都只能夠帶到翻嚟先至再睇下有冇需要做執漏嘅啫。譬如呢一件咁樣啦，咁就毫無意外地係出咗事嘅。呢啲位就真係睇下你個人嘅喜好同埋有冇時間。
如果真係好大件事嘅，可能係需要打磨咗出事嘅部分，然之後再遮蓋，再做一次噴油。咁但係亦都有啲偷雞少少嘅方法，就係直接用筆用同一個顏色搽翻上出事嘅部分，蓋過咗佢就算㗎啦。咁但係呃唔到人嘅，就算噴咗燒光之後近睇呢，都一定見到有分別。咁當然啦，亦都係有做得好好嘅，完全冇問題嘅部件喺度嘅。跟住就係做翻一個滲線同埋上水貼嘅工序。咁講真，呢兩個部分就冇乜嘢特別難度需要注意，亦都冇咩特別可以講噶啦。做完晒之後就再噴多一次燒光，噴呢個燒光就叫做可以俾多一層嘅保護個水貼同埋啲滲線油啊，就唔會咁容易刮得甩落嚟嘅。喺上燒光之前呢，就俾大家睇下我最新買翻嚟嘅大玩具。你話哇太忙都係要播呢一段噶啦。呢一隻浩盛嘅雙風扇抽風箱，你當唔當係廣告都好啦，我話俾你知，我喺志高買嘅，咁所以就包埋呢一個膠墊。如果我冇記錯嘅話，淘寶連埋運費個價錢係差唔多嘅，咁但係你多樣嘢要搏啦，因為佢運輸途中如果撞爛你入邊任何嘢呢，佢係唔包嘅。個風扇易搞啊，個 LED 爛咗，你真係唔知點樣去配。咁志高嗰邊咧就至少確認咗交到你手上嘅時候係冇問題先嘅。咁所以淘定買，咁你就自己可以去衡量一下。呢隻抽風箱嘅處女噴咧就俾呢個燒光去同佢開咗光啦。咁始終因為佢係 high grade 啦，同時間我亦都冇咁大嘅地方逐件拆開去噴啊。咁所以我都係會組裝咗一個大部件先一口氣去噴做個燒光嘅。我今次用嘅燒光都係象域嘅012，佢有個好處就係就算你噴得比較多少少都好，都唔會咁容易有白化嘅狀況發生。咁當然你唔好癲咗咁樣係咁懟住肥上去啦。咁但係出嚟個效果真係唔錯嘅。而呢一個雙風扇嘅抽風箱，我噴完油之後亦都真係冇乜味。走鬼檔嚟講都真係算得上係咁啦。肉麻啲都要補多句啦，咁就多謝我老虎支持我喺屋企搞壇咁樣嘅嘢。做完晒燒光之後呢，亦都需要補翻少少金屬色嘅配件上去嘅，因為如果金屬色再噴燒光嘅話，咁個金屬嘅效果係會被取消咗，即係黑鐵色會變咗啞黑色啦，銀色會變咗啞灰色，所以係需要噴完燒光先至再安裝上個模型上面。呢一隻出氣孔形狀嘅配件呢，就係用嚟塞喺高踭上面之前我轉出嚟嘅窿嗰度。咁其實安裝都係好簡單嘅啫，只係需要將個配件剪咗出嚟，對翻住個窿懟入去，拎好位喺背面嗰度上翻積乾膠或者 AA 膠，咁基本上就已經完成咗成件事㗎啦。出到嚟個效果就係咁樣嘅。去到最後啦，其實有少少細節嘅地方，我係想用法龍油去補翻個亮銀色嘅，就係呢一啲我之前用膠條組裝出嚟嘅細節位置。喺呢一度呢，我就連筆都懶得洗，所以介紹一個非常之懶嘅方法，就係削尖咗支牙籤，點上少量嘅珐琅油，然之後就咁樣抹上去。因為要上色嘅面積其實真係細得好交關，所以呢個方法係可行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上一啲比較再大面積少少嘅話呢，咁其實你用翻筆啦，唔好懶啦。完成晒所有嘅步驟，咁就真係可以做一個最後嘅組裝。喺呢個時間亦都講翻少少啦。我本身係諗住用灰色同埋暗藍色去作為一個主調，然之後再用一啲比較相似嘅顏色去夾翻做一個分色。咁因為我自己做黑線佈局做得太開心啦，咁所以亦都做得比想象中複雜。結果我係用咗8個主要嘅顏色，就包括我而家畫面上面 show 出嚟嘅，俾大家睇下有咁多個顏色。紅色同黃色用咗少少就唔計噶啦，出到嚟個效果其實都比想象中好嘅。呢度亦都有少少嘢想解釋翻嘅。其實呢個模型我收翻嚟嘅時候呢，佢已經有一定程度嘅損毀啦，尤其是膊頭位嘅2個關節係已經彎咗噶啦。咁所以呢一個模型除咗呢個姿勢之外，基本上都擺唔到其他 pose， 所以就咁俾咗個360大家睇一睇先啦。喺呢度就分享多少少一啲比較特別嘅改裝位置。第一個要講嘅就係頸部嘅部分，其實我係加長咗1mm。本來個模型係唔可以咁樣烏低個頭嘅，但係因為加長咗，而家就可以將個視線向下，
其實對於擺 pose 嚟講咧，呢一個改動都算得上幾有利嘅。另外，我喺社群入邊講啦，傻咗嗰個分色就係呢個跑身，我係用咗4種唔同嘅藍色啦，加埋灰色同埋銀色。喺一個 high grade 嘅件上面咧，我就做咗6層嘅分色。我自己做緊嗰陣時咧，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做咁多嘅。我淨係單純睇翻個佈局，做完一隻色，咦，仲有多個分角面喎，咁我又做多一個分色落去，直到我完晒所有嘅噴油，拆晒膠紙出嚟，先知道原來哇，總共有6隻色。咁呢個就係我老師 Edmaker 講過，有陣時係個模型話俾你知點樣上色同埋點樣做嘅一個例子啦。呢一隻模型其實你問我呢，我就覺得唔算得上係太合格嘅，因為我自己做得太急太趕啦，而且中間亦都發生咗啲小問題啦，令到我只係希望快快手手完咗呢個 project， 開另外一隻新嘅模型再去拍片就算啦。不過成品出到嚟係比我想象中係好睇嘅。點解我話唔合格呢？因為我冇將所有每一個小問題都完美地解決，然之後就直接噴油。去到嗰個地步，其實我只不過係想用呢一隻模型去試一試一個想像出嚟嘅灰藍色組，係呢個新嘅色組令到成隻模型變得好睇翻。咁大家如果真係對呢一個顏色嘅組合係有興趣嘅，覺得啱用嘅，我喺影片描述入邊會將我用過所有唔同嘅顏色擺晒落去，咁就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不過認真講句啊，你哋未必揾得晒全部顏色嘅，因為大部分都係假牙嘢嚟。真係揾唔到嘅，咁可能就要用類似嘅顏色去取代一下啦。完咗呢一隻 A2 Zeta 加 Double Zeta 2嘅合體高達之後，咁其實下個 project 我都係會做類似咁樣嘅嘢，都係將幾隻唔同嘅高達合體變成一隻咁樣。咁但係材料我又未收得翻晒翻嚟，咁如果今個禮拜收得晒呢，下個禮拜出片我至少可以出咗個開頭先。大家睇開我影片嘅，其實有一部分嘅觀眾都應該知，我係會參與 NYC 嗰個京寶飯嘅分享會，係分享會唔係比賽啊嚇。咁但係好可惜啦，店家幫我留咗嘅，但係店家自己都未收到啲貨。如果收到呢隻京寶飯先，可能調翻轉，我會用呢一個去拍下個禮拜條片。所以暫時我未確認到我下條片有啲乜嘢出到住啊。咁大家期待一下啦。到最後冇多句啦，咁今個禮拜日夜晚9點鐘，我係會開 live 砌跟揼嘅。大家如果有時間得閒上嚟吹下水啦。今條片嚟到呢度啦，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如果中意影片嘅話，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想再進一步支持嘅，可以加入會員。另外每隔一個禮拜日嘅9點鐘，我都會開 live 同大家吹下水嘅。得閒上嚟傾下偈啦。我係肥宅模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